后出国不用翻译器，不用开启翻译的 App， 直接带上你的 AirPods 就可以变成一个私人的语音助理翻译助手。还有苹果的 AI 进度，尤其在 Siri 的地方大幅的落后。那这个是他们在内部开启这个会议之后，他们也对这样的现象跟落后感到非常的丢脸。那我们今天会来分享这2则新闻。那在新闻之后呢，我们会来分享我们自己的看法。那直接开始吧。好，那首先就是 AirPods 它所带的翻译功能。那据这个最新的爆料显示这个是彭博社的报道。那他们这边有指出呢，苹果现在正在 iOS 19里面测试直接在 AirPods 里面加入翻译的功能。那它的运作方式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你在这个软体更新之后呢，你带上你的 AirPods， 那你耳朵里面的这个麦克风的地方，在别人说话的时候，它会进行收音。那即时的时候，它可以帮你翻译成你可以听得懂的语言。那这种时候，你跟对方在对话的时候，你会说，那对方没有带 AirPods 怎么办？那这种时候，你可以拿出你的 iPhone， 那你 iPhone 的萤幕喇叭跟它的麦克风就会变成另外一个媒介。比如说你在讲话的时候，你的 AirPods 就会直接在你的 iPhone 萤幕上面做出翻译，那喇叭也可以播出它的声音。那用这种非常简单的方式去翻译给对方，就是随身带了一个翻译助手这种感觉。那报道里面其实有提到虽然这个听起来算是蛮令人兴奋的功能但是如果你今天本身是一直停在苹果生态链里面的人，可能不会知道说其实在 Google 或者在三星，他们比较早些几年就有推出类似的功能，像是 Pixel 嘛，可能在2022年的时候搭配他们的 Pixel Plus 就已经有推出这个功能。那其他更多像是 Meta 的眼镜Humane AI Pen 这些东西，他们也做出这种即时翻译的 AI 助力。但真正表现出来的成果在实际使用上总是有点参差不齐啦。那翻译的这些精准度还有对语音判断这个清晰度还是有一点落差。所以报道里面指出了这次可能就搭配他们新的 iOS 还有 macOS 会一起推出这种同步翻译的功能，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它的表现。那这边我来分析一下我们自己的看法。那我觉得其实在翻译上表现要好，我觉得它依赖 AI 语言模型的这个地方算是占了一个蛮大的比例。那以目前大家都有在玩这个 ChatGPT 来说，我们有在玩，那你应该都知道说它的翻译水准之高或是对语音判断，在你讲话的时候可能双语夹杂的这个之间语音判断是非常的精准。那如果苹果在未来的翻译可以使用 ChatGPT 或者什么 Google Gemini 来协助的话，那我个人觉得可能在翻译的速度还有精准度还有这些双语夹杂的这些情况就不太需要去担心。但偏偏因为翻译这个东西有时候它其实是蛮牵涉到个人的隐私，所以以我们的看法蛮大的几率苹果应该还是会倾向使用本地运算的方式，那甚至是使用自家的模型。那看看我们下次可能会讲到这个 AI Siri 的地方，然后我们就以现在我们对 Siri 的了解，这几年来使用的这个体验来讲，其实 Siri 它对自然语言的理解能力还是算蛮差的。那以这个程度要来做到这个精准的翻译先不要讲翻译的内容精不精准，先讲理不理解你讲出来的话大概是什么意思的这个点，可能都还有一点问题。但我们就先预期啦，因为苹果它的生态链非常的广大，尤其你在结合 AirPods 这样的产品，它是一个生态链里面有非常多人在使用的，所以他们当一个新功能推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在宣传上面会比其他厂商来说算是简单很多。那第二就是它的用户推广的数量，我们刚刚有提到嘛，需要很多用户的使用去学习，那这种时候它推广速度可以更快，得到的这个数据量也可以更广。所以或许即使它一开始推出来的时候它的翻译比较落后但是很快如果用户量开始起来，更多人使用，愿意去用它这个功能的话，它学习成长速度或许会蛮快的。那同时我们也去想说，如果苹果真的可以把这个东西做得好的话，那它直接就会冲击到非常多的产业，像很多人这种手持的翻译机那甚至在很多人都会另外去 download 个别的翻译 app 来做这些翻译使用。入门级的口译员呢，可能去旅游的时候做一些简单的翻译，可能都可以直接以后一个 AirPod 就像它冲击到现在入门级的助听器的这个产业来说呢，可能这个翻译产业也会被 AirPod 造成一个蛮大的冲击。那关于这则新闻，我也想听看你们大家的想法，你们有没有本身在用苹果现在他们内建的这个翻译功能？那你们觉得它翻译的效果怎么样？使用起来的体验怎么样？那对苹果加入这个功能，尤其要牵涉到很多 AI 自然语言模型的了解，这些情况下你们有没有信心？可以在下面留言讨论。好，那下一个就是蛮令人失望的一个从内部传出来的消息，同样是彭博社的报道。那报道里面指出呢，苹果的团队高层现在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那这个 AI Siri 部门的这个负责人 Robbie Walker 他们在会议上面坦言，他们延迟 AI Siri 的关键功能，不仅它的技术不成熟，那更糟糕的是因为他们早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发表出这个新的 AI Siri 功能。依他们现在的了解来说，他们所保证这些功能只达到大约2%到8%的这个情况下可以运作，2%到8%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差距。那以他们标准来讲，他们觉得没有办法达到让消费者觉得很安心使用的状况，所以让这个团队现在的情绪有点低落。报道里面有讲到，公司内部也是因为这个 AI 智慧升级的计划面临多项这个公司，他们要抉择说他们内部的资源怎么去分配，因为同时还有新产品要推出。那我们这边来分析一下我们的看法。那苹果其实是在去年6月开发者大会的时候，他们发表了所有 AI 功能，那个是搭配
iOS 18应该发表的。那当时我在这个懒人包里面有提到，我个人觉得最亮眼的其实就是 AI Siri 的这个功能。那这个不单单只是说它对你自然语言的理解，而是说它在你理解自然语言之后，然后在你给出这个任务的这个条件下面，它可以去理解说你这个自然语言里面包含它要开启多种不同的 App， 那可能在每一个 App 里面有多种不同的步骤，它要去执行。所以这个对我们先前所理解的这些，不管语音助理、AI 助理来讲，比较单一向性的这种执行任务方式，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那当时苹果在这个开发者大会发表这个 AI 功能的时候，他们是充满自信的。那当初也会让市场上有一个错觉啦，好像苹果在 AI 上面其实不是落后这么多，他们其实是在深蹲。因为一发表 AI， 一开始真的讲到 AI 就有那么多神奇的功能在里面。那如果到时候推出产品真的是像他们发表会里面所保证的话，那可能还真的超前了对手不少。但同时我当时有提到啦，这种 AI 语音助理，这种可以跨 App 执行、理解自然语言的，它的复杂程度远比我们现在讲这些 ChatGPT 啊或者聊天机器人来讲还要复杂许多。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使用 AI 助理的方式是在他们既有这些资料库啊，他们可以上网去搜寻或者一些深度分析那可能比较是单向性的一些问题去做分析。那在于你给予任务的时候，有时候你也必须要喂一些资料，那他去做一些总和整合，帮你做出一些判断。这种时候对比，如果你今天要在一个手机上里面有上百种、上千种不同的 App， 那每一个 App 里面可能有几十种、几百种的功能。那在你讲出这一句话的时候，那尤其我们要讲自然语言的这个部分，苹果本身就没有做得太好。那第二点，自然语言，我们即使今天在同个任务，我们可能2个人、3个人同工作室的人对这个任务形容的这个口语的方式，可能都会有非常大的差距。那同时又不要再去讲到更深啦，有一些这些 App 它是跨语言，很多不同语言，那他们在这些功能性怎么去指示它这些翻译的这个词语上面也会有差异。那我们每次在讲到这些 AI 装置、AI 助理的时候，我们都有提到，如果它的精准度对语言判断的这个理解能力没有到接近100%的话，就会变成一个现象，它不精准等于没有用，因为你久了就不会想去用它，你不会想要今天你明明手动去操作可以精准去解决的一些事情，变成你要跟 AI 助理沟通的时候，你要一直换方式去讲，一直去尝试不一样的方式，那这种时候会让人疲乏，就不会想去用这个功能。那这个放到 AI Siri 其实也是一样啦。那 Siri 本身的这个落后先不要讲，那我个人现在在用 Siri 的时候，我只信任它，可能问一些天气概况啊，或者帮我计时设定这个闹钟。那连它播放歌曲的这个能力，我自己对它都还没有那么信任，因为有时候这些歌曲是中英夹杂。那一个本身落后这么多的语音助理，可以在他们发表会上面的形容方式摇身一变变成超越 ChatGPT 跟 Gemini 的一个语音助理，那同时还要精准的可以跨 App 去执行任务，那这个真的是有点怀疑。那去年苹果突然大肆的强调他们的 AI， 那当时我们也猜到说可能是内部的这个股东啊还有董事给的压力，或许不代表苹果真的有准备好。那现在这个新闻或爆料也有点印证了我们的担心，那也不能说它只是单纯的一个捕风捉影的爆料，因为毕竟就是到现在这个功能从去年发表至今都还没有出来。那看到这一点不免还是让人有点失望了，因为有时候身为果粉，可能内心期望看到就是苹果应该是在隐藏实力，深蹲等着大爆发。但我们换个角度来说，这样是不是代表说苹果的麻烦很大？其实也不一定，因为在 AI 应用上面，我觉得目前还是有一个蛮大的缓冲期。因为即使现在很多新的手机啊、新的这些装置推出来都强调 AI 的情况下，我们自己的这个观察看到很多用户其实是不会去用到这些 AI 功能。那如果排除这个董事会的压力，那这个 AI Siri 到底是不是延后推出啊、延期这些部分，或许对一般人购买 iPhone 的意愿，要不要换新机的意愿是没有太大的影响。你可能与其强打 AI， 苹果可能在 iPhone 上面重新设计它的外形啊，加一颗镜头，对比起来可能还会提高买气更多一点。但这个是比较短暂期间能看到的缓冲期。然后我们讲稍微长远一点这个事情也不是不可能突然就翻盘。那我们其实都知道 OpenAI 其实是有在跟苹果前非常有名的那个设计师进行合作。那如果他们真的推出了一个他们梦想中这个 AI 助理应该有的一个样貌跟一个装置，它打破我们现在所有使用智慧型手机的习惯，你直接结合他们的超级语音助理，你可以跳过这些要再去寻找什么 App 做什么事的这些步骤，它只要去结合里面它这个 AI 助理，就可以达到你所要的这些要求，去执行你所有的任务。这样是不是就真的是一个革命性装置？到时这个时代改变就会非常像当年的 iPhone 突然的淘汰传统手机市场一样。这个现象会不会发生？我觉得非常难说，但永远不要说不可能，因为这个历史已经重复过太多次了。那最后也是希望听看大家的想法，我们
蛮好奇啦，现在这些 AI 功能推出，那我知道虽然在中文的市场其实还没有正式推出，那如果你们有在体验它，不管今天是在 Android 的机型上面有些这些 AI 功能，你们有多少人有多大的比例真的在用它，或者是你们可能在美国市场有使用 Apple Intelligence 的情况下，你们有多大的比例真的是长时间使用它，或觉得它很实用，那或者排除他们你现在在本身额外你自己使用这些 AI 模型跟工具来讲，你觉得这些东西到底会结合到手机里面，对你想不想买手机的意愿会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那都欢迎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讨论。OK， 那我们今天的新闻就先到这边，我是吴连，我们下次见，拜。